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2009年3月6号，刚从中专毕业不久的周玲玲要去济南一家房地产公司参加面试。当天上午，她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下午按照房地产公司刘科长短信发来的地址一路寻找过去。面试的时间是下午4点半，她2点就上车了。下车后总算找到了面试地点，可眼前是淮阴区五里沟一大片的拆迁区域，这里拆得七零八落，哪有什么房地产公司？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当了，急忙往回走。谁知没走2步，身后就传来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。周玲玲回头一看，只见3个民工模样的中年男人正向他围拢过来，有2个男人迅速地跑到他的前面，拦住他的去路，另一个人则贴近他的身后。你们哪个是刘科长？周玲玲吓得双腿发抖，却故作镇静地问。哈哈哈哈，谁让你把求职的手机号贴在网上的？这里没有刘科长，只有等你的3个饥渴男人哦。前面一个40多岁模样的人说完，伸手就来摸周玲玲的脸。啊，救命啊！周玲玲边喊边夺路而逃，哪知对方一把抓住她的衣服，捂住她的嘴，另外2个人抬起她的腿，想将她朝铁丝网围的废墟里抬。周玲玲喊不出来，也动弹不得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住手！你们这几个流氓，快把他放下来！突然，一个人用身体挡在铁丝网的外面，断喝道：你管闲事，想找死啊！其中2个人放下周玲玲，向对方冲过去，拳脚相加的与他对打起来。周玲玲仍然被另一个歹徒搂在胸前，他趁机一口咬住了歹徒的手，痛的歹徒赶紧松开了手。歹徒眼看不妙，撒腿就跑。另外2个人见不是来者的对手，没打一会儿就钻进铁丝网，朝废墟里狂逃。歹徒跑了，周玲玲整个人仍然害怕的抖成了一团。男人安慰道：现在安全了，要不我打电话报警。周玲玲摇摇头说：算了，不要报警了，传出去反而不好。说着便嘤嘤地哭泣起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周玲玲的情绪才平息下来。她抬起头来，只见男人浓眉大眼，又高又帅。她闪着泪光说：大哥，谢谢你救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见那男子嘴角还渗着血，他掏出纸巾递了过去。我叫吴旭根，在附近建筑工地上班，经过这里时候，听到有人喊救命，我就过来了，没想到他们竟然有3个，幸亏我身体壮实，不然今天就完了。周玲玲一听也很后怕，说：吴大哥，今天幸亏遇到你，你是个大英雄。吴旭根笑道：我是英雄，别逗了，只要是个男人都会这么做的。见周玲玲情绪已好转，她站起身来就要走，因为她得赶紧去工地上班。周玲玲急了：吴大哥，我该怎么感谢你呢？吴旭根大大咧咧地说：不用谢，谁碰上都会管的。那留个联系方式吧，以后好登门感谢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儿。吴旭根急得冲他直摆手要走。不行，你不留下联系方式就不准离开。周玲玲见状，竟固执的一路追上去，拦住他的去路不让走。吴旭根只好将手机号码告诉了他。怀着知恩必报的心理，此后周玲玲经常关心吴旭根，有空就不停地给吴旭根发短信，关心他每天的生活。
吴旭根有时回，有时也顾不上回。3月底的一天，轮上吴旭根休息，周玲玲约他去济南千佛山游玩。在爬山的时候，周玲玲一次次把手伸给吴旭根说：“拉着我的手，真是的，你会英雄救美，怎么就不会怜香惜玉？”吴旭根拉着他的手，大着胆子说：“那天救了你，你说一句感谢的话也就完了，可你又是请吃饭，又是约我出来玩，你如此三番，难保我不会。”周玲玲的心扑扑直跳，突然上前挽住他的胳膊，眼睛直视着吴旭根说：“难保你不会什么？”吴旭根的双腿双手都颤抖，他在周玲玲的头发上吻了一下。当晚，周玲玲跟吴旭根一起来到他独住的一间宿舍。吴旭根知道周玲玲如此主动，多半是出于一种报恩，并不是真的爱她，他因此有些犹豫。但渐渐的，他还是被周玲玲炽烈的感情打动，他开始深深的爱着周玲玲。从此，周玲玲经常留在吴旭根的宿舍里，给他烧饭洗衣服，晚上回来替他按摩捶腿。吴旭根格外珍惜，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情里。2009年6月，两人租了一套小房子，过起了同居的生活。不久，周玲玲专门回了一趟老家，向父母详细的诉说了自己的遭遇，并表述了自己想跟吴旭根结婚的想法。父母听说他找了个打工仔，100个不同意，让他只能当一般的朋友相处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。但周玲玲却认定非吴旭根不嫁。父母气得放出话来：“你要嫁给他，就别再回这个家了。”倔强的他气得掉头就走。然而执意与吴旭根同居不久后，吴旭根的一些缺点和毛病暴露无遗。让周玲玲尤其难以忍受的是，她晚上睡觉前经常不洗脸不洗脚，只要是困了，鞋子一脱，朝床上一躺就打起了呼噜。周玲玲只好让她躺在那里，打水帮她洗脚。尽管如此，周玲玲依然珍惜这份感情。所以2010年春节前，当吴旭根提议回老家订婚时，周玲玲明知道他是想吃定心丸，还是同意了。腊月初6，周玲玲跟吴旭根去了他老家在东平县的农村。吴家人都非常喜欢他。得知19岁的周玲玲没有到法定婚礼，想早点把婚事定下来的吴家人就劝他先把婚礼办了。那几天，吴旭根对他特别呵护，说：“把婚礼办了，你爸妈那边保准就不会再反对我们了。”周玲玲见吴家人对他一片诚意，又怕父母拆散两人，便同意先办婚礼。腊月18，周玲玲和吴旭根在没有领结婚证的情况下简单的办婚礼。当亲友和乡亲们追问周玲玲是怎么爱上吴旭根时，她动情地说是因为吴旭根救了自己。两人喝交杯酒前，周玲玲双眼湿润地对吴旭根表示感谢。她说：“今天我要真诚地对你说一声谢谢，如果没有你的救命之恩，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婚礼。希望以后我们能好好相爱，白头偕老。”亲友们一听，既惊叹又感动，纷纷呼叫鼓掌。腊月20，吴旭根带着新婚的妻子，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周玲玲老家，向周玲玲的父母赔礼道歉，并按照当地的风俗送来6600元的彩礼。面对生米煮成熟饭的事实，父母只得接受了这桩婚姻。没想到闪婚之后，幸福反而越来越淡。在同居时，吴旭根就有个让人难以启齿的毛病，每当他亲热时，也不管周玲玲愿意不愿意，就直奔主题，让他很不舒服。蜜月中恰好周玲玲身体不适，吴旭根苦苦要求，
周玲玲却死活也不愿意。为此，两人半夜发生吵闹。吴旭根竟把他的胳膊掐得发紫，他疼得哭了起来。吴旭根，你真让人失望，难道英雄就是你这个样子吗？吴旭根睁大着眼睛吼叫道：英雄要打嗝放屁！周玲玲一听他如此粗鲁，气得足足3天没理他。这个别扭刚过去，1星期以后，两个人又为着另一件事情产生了矛盾。周玲玲年轻爱时尚，回老家时穿着打底裤配短裤，吴旭根一看让他赶紧脱下来。周玲玲气恼地说：这叫时尚好不好？吴旭根说：你要是不脱下来，就别和我一起走了，我怕丢人。周玲玲委屈的一下子哭了起来，她想不通，豪爽救人的英雄怎么竟会这样不近人情。2010年春节到了，正月里，周玲玲和吴旭根住在娘家，像往常一样，周玲玲看到吴旭根的不文明习惯，就忍不住要数落他一番。当着周家人的面，吴旭根感觉很没面子。正月初4早上，吴旭根在院子里洗完衣服，然后将洗脸水随手一泼，没想到却泼到了院子里的粮屯边上。周玲玲气恼地说：你不是想让我家粮食长霉吧？劈头盖脸地数落了他一通，并将他以前的一些不文明习惯也一股脑地抖露出来。吴旭根好意洗衣服，却招来一顿骂。吴旭根憋着一声没吭，被数了半天后，他最后竟然到厨房放洗脸盆的时候，顺手拿出了一把菜刀，指着周玲玲吼道：你再唠叨，看我敢不敢砍你！周玲玲年仅10岁的妹妹周杰目睹了这一幕，赶紧朝外跑着去叫爸爸。吴旭根却一个箭步挡住他：你想去喊人吗？吓得姐妹俩面如土色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最后是奶奶颤巍巍的过来，才夺下了他手里的刀。等父母从邻居家串门回来，周玲玲将刚刚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父母。父母吃惊不小，一边埋怨他当初听不进他们的话，一边想着对策。周玲玲流着眼泪对父母说：他救我的时候那么英雄，哪想到他会这么暴力。害怕今后不幸福，他提出想解除婚约，父母默许了。周玲玲暗自庆幸自己因为年龄的原因没有拿到结婚证。当天他瞒着吴旭根，给吴旭根的父母打了电话，让他们来他家一趟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。2010年2月26号，正月13，吴旭根的父母来到周家。吴旭根一看自己的父母来了，感到很意外。后来两家人终于坐下来，周父将6600元聘礼还给吴旭根的父亲。吴旭根这才明白过来，他与周玲玲的婚姻算是到头了。他一句话不说，脸色铁青地离开周家。好聚好散，周家还按照礼仪安排中午一起吃了顿饭。吴旭根也被劝了回来，但他自始至终连筷子也没动一下。周玲玲也不知道躲到了何处，连一句话都没跟吴旭根说。饭后，吴旭根跟着父母一起回家。走在路上，他越想越恼恨，越想越觉得屈辱。不仅自己的美梦就这样结束了，还连累父母跟着丢脸。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有新娘子的人，可过个春节，他却把新娘子弄丢了。想着周玲玲当时那么义无反顾地黏着他，他就更加恼恨，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。吴旭根将父母送上长途车后，谎称自己还有点事儿，要找周玲玲问清楚。父母劝不住他，只好在上车后给周玲玲打了个电话，提醒他吴旭根并没有走，让他们一家要注意安全。周玲玲赶紧告诉了父母。吴旭根买了一把刀，又买了几根火腿肠和一瓶二锅头，
喝点酒壮胆，准备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下手。周家也开始了准备。周玲玲的父亲周建军准备了一把菜刀和一根棍子放在室内，准备万一吴旭根要来报复，好用作抵挡，以防不测。但一直等到天黑也不见吴旭根上门。为了保护女儿，他要周玲玲去叔家睡，这样会更安全些。一直等到深夜11点，也没见到吴旭根的踪影。周建军和妻子曾正丽便合衣睡下了。哪知凌晨时分，吴旭根翻墙跳进周家，在外间看到周玲玲床上躺着的是他70多岁的奶奶罗红英，便拿刀逼问周玲玲的下落。老人说不知道。吴旭根举起刀对着老人的大腿砍去。听到老母亲的喊叫，周建军跳下床，摸起床边的棍子冲出去。吴旭根夺门而出，从院子里摸到一把钢叉，两个男人就对打起来。罗红英带伤冲出门，3个人混战在一起。周建军被吴旭根打倒在地，趁机抱住吴旭根的腿。罗红英夺下吴旭根手中的菜刀，使劲朝房顶上扔去。没想到刀在倾斜的屋面上又滑了下来。吴旭根想挣脱周建军的束缚，不停地击打他。周玲玲的母亲曾正丽一看不好，冲进屋里想打手机叫人，却因为紧张怎么也打不开上了锁的手机。此时吴旭根已经打红了眼，他摸起地上的菜刀朝周建军一阵猛砍，直到周建军趴在地上不能动弹为止。然后他又提着刀，看到曾正丽正在拨手机，冲上去将他的手机夺了下来，然后对着他的面部一阵乱砍。声音惊醒了周玲玲的妹妹周姐，她吓得叫了起来。吴旭根怕事情败露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转身就朝周姐跑去。曾正丽护女心切，忍着剧痛挡在床边。吴旭根顺势又将曾正丽按在地上，对着他又一阵猛砍，然后一把将周杰抓了过来，朝他头上砍了几刀。周杰一下子倒在血泊中。这时曾正丽趁机踩着院里的梯子翻出门去，敲开邻居家的门。邻居赶忙拨打了110和120。吴旭根一看曾正丽不见了，知道不能久留，便慌忙逃窜。周玲玲当晚在叔叔家睡得忐忑不安，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。到凌晨1点半时，果然有村里人过来叫他：“快，不好了，你家里人全部被砍了！”周玲玲和叔叔一家赶忙跑回家里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。父亲躺在院子里已没有了气息，母亲和妹妹也奄奄一息，他当场昏倒在地。120救护车赶到后，医生诊断周建军已经死亡，将曾正丽等送往禹城市人民医院抢救。后经法医鉴定，罗红英、曾正丽伤情为重伤，周杰是轻伤。2010年4月2号，通过对外来人员的详细排查，青岛警方终于将吴旭根缉拿归案。2010年10月23日，德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2011年3月10号，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吴旭根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同时，由被告人吴旭根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罗红英、曾正丽、周杰、周玲玲死亡赔偿金、医疗费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等，共计259145.36元。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